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失踪的孩子真的消失了吗？或许他们从未离开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。一栋诡异的公寓，每到深夜就传来儿歌声，一个地下室里藏着某个饥饿已久的鬼影，一座寂静的湖泊悄悄地增添新的孩子。这些地方的孩子去了哪里？或者说，你能看见他们吗？这是一个发生在小镇上的诡异传说，关于一栋废弃的公寓和一首半夜响起的儿歌。最早听到这个故事时，我只当作是当地人闲来无事编造的灵异故事，但当我亲身踏入那栋楼后，我才明白有些诡异的传闻是真的。这栋公寓位于旧社区的边缘，3层楼高，早已荒废多年。据说5年前，一个8岁的男孩小哲在这里失踪。那天，他和几个朋友玩捉迷藏，轮到他当鬼，于是他躲进公寓内，想等朋友们找不到他后再跑出来吓人。然而，孩子们等了许久，却没有等到小哲出来。他的父母报警，警察搜索了整栋建筑，却没有发现任何踪迹，仿佛他从这世界上消失了一样。从那以后，这栋公寓就被封了起来，没有人敢靠近。但最近，附近的居民开始在半夜听见从公寓里传来的儿歌声，声音很轻，像是某个孩子在低低哼唱。1、2、3，躲好咯。4、5、6，找不到。7、8、9，别回头。起初，大家以为是哪家小孩恶作剧，但那声音总是出现在凌晨3点，持续了几个星期都没有停过。有人尝试进去查看，却发现里头空无一人，而歌声也会在踏入公寓的瞬间停止，等人离开后才再度响起。这件事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，我和朋友阿翔、佳佳决定亲自探个究竟。我们约好周5晚上10点碰面，各自带了手电筒和录音笔，然后翻过生锈的铁门，走进这栋传闻中的鬼公寓。一踏进公寓，四周便弥漫着陈旧的霉味，墙壁斑驳，地面上满是碎玻璃和杂物，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楼梯间的灯泡早已破裂，黑暗像潮水般包围着我们。我们打开手电筒，小心翼翼地沿着走廊往里头走去。忽然，佳佳低声惊呼：“你们看！”她的光束照到了一堵发霉的墙，上头竟然有一排小孩的手印，颜色深褐，像是干涸的血迹。一股寒意顺着我的脊椎窜上来，阿翔咽了口水，勉强笑道：“可能是以前小孩子乱画的。”然而，就在这时，我们听见了熟悉的旋律。1、2、3，躲好咯。而歌声从楼上传来，声音柔和，却又带着诡异的回音，四面八方向我们来袭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心跳加快。阿翔壮着胆大喊：“谁在上面？”没有人回答，但那声音仍然继续唱着。4、5、6，找不到。我们沿着楼梯往上走，步伐愈来愈慢，心跳声与脚步声交错。我总觉得楼梯间的黑暗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窥视着我们，但当手电筒照过去时，却没有发现异常。走到2楼，我们看见墙上的壁纸剥落，地上散落着被撕碎的旧报纸。就在我们准备往3楼走时，阿翔忽然指着前方说：“你们看！”走廊尽头有一扇门半掩着，从门缝里透出一丝微弱的光。有人在里面。佳佳紧张地抓住我的袖子。阿翔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地推开门。门内的房间空无一人，只有一盏闪烁不定的灯泡
在桌上来回摇晃，灯光忽明忽灭。但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，地上摆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，上面是一个8岁左右的小男孩，笑得灿烂，而照片的角落写着小哲的名字。这是当年那个失踪的孩子。7、8、9，别回头。最后一句儿歌声在我们耳边响起，这次的声音近得仿佛贴在我们耳边，带着湿冷的气息。我浑身僵硬，额头渗出冷汗。这时候，阿祥忽然大喊：“快跑！”我们来不及思考，转身就冲出了房间。但就在这一瞬间，阿祥的脚步声却戛然而止。阿祥，我回头一看，阿祥消失了。他的手电筒掉在地上，光束仍然照着刚才那扇门的方向，而他本人凭空消失了。阿祥，你在哪？佳佳惊恐的大叫。然而，回应我们的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低笑声。然后，那诡异的儿歌再次响起，这次我们听见了阿祥的声音：1、2、3，躲好咯！他在唱歌。4、5、6，找不到。佳佳已经哭了出来，我一把抓住她的手，拉着她就往楼下冲。但当我们跑到大门口时，那扇本来敞开的铁门竟然无声地关上了。7、8、9，别回头。我们的后方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那声音缓慢而坚定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。我不敢回头，手颤抖着拼命拉门，可门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锁住，怎么也打不开。佳佳的哭声在耳边发颤，她颤抖着问：“怎么办？”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然后我听见了一个孩子的声音，低低地说：“找到你们了。”下一秒，门猛地敞开，我们摔倒在地，然后疯狂地爬起来逃离公寓，直到跑回街道才敢停下来喘息。我们回头望向那栋公寓，透过2楼的窗户，看到一张苍白的小孩脸孔正对着我们露出诡异的微笑。自那之后，阿祥再也没有回来。警方四处搜索，都无法找到他的踪迹，就像5年前的小哲一样。只是从那天起，儿歌的旋律开始变了。1、2、3，躲好咯。4、5、6，找不到。7、8、9，又多一个。我一直觉得，小孩子的话不能全信，但也不能完全不信，因为有些事情大人看不见，却不代表它不存在。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表哥家里。表哥和嫂子结婚后，在一个旧社区买了一栋独栋房子，准备好好经营家庭。他们的女儿小琪才4岁，活泼可爱，总是嘻嘻哈哈的黏着人。但奇怪的是，搬进这栋房子后，她的性格开始变得安静，甚至有些阴沉。刚开始，表哥和嫂子以为她只是对新环境不适应，可后来，他们发现小琪经常会独自坐在房间的一角，对着空气喃喃自语。小琪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嫂子有一天忍不住问她。小琪歪着头，眨着水灵灵的眼睛说：“哥哥呀，他说他住在地下室。”地下室，这栋房子确实有个地下室，但表哥一家从搬进来后就没有下去过，因为那里潮湿阴暗，地面还有些凹凸不平，他们索性就把门锁上，免得小琪跑下去摔倒。哥哥是谁？表哥皱起眉头。就是住在地下室的哥哥呀，小琪天真地说。他说他一个人待在那里好久好久了，好无聊。这话让表哥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嫂子脸色发白，连忙抱起小琪：“那以后不要跟哥哥说话了，好吗？”小琪皱着眉头，好像很困惑，然后轻轻地说：“
可是他说他很喜欢你们啊。从那天起，家里开始发生一些诡异的事情。每当夜深，表哥的房门总是会自己打开，他以为是小琪半夜跑来找他们，可当他起身查看时，却没有看到人。而且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他的房间门口总会有几个湿漉漉的脚印，一路延伸到地下室门口。最让他们不安的是，小琪半夜总是会坐起来对着门口发呆，有时他甚至会伸出手，像是有人正拉着他的手要带他去哪里。这样的事情发生太多次，表哥终于受不了了，他决定在家里装监视器，想看看小琪到底在跟什么人说话。那天晚上，他们让小琪睡下后，就待在客厅里盯着手机荧幕，等着监视器拍到的画面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夜里寂静的可怕，只有时钟的指针在滴答滴答地走。凌晨3点，画面里的小琪忽然动了，他缓缓地坐起来，直勾勾地看向房门，接着他微笑了。表哥和嫂子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在画面里，他们看见小琪的手凭空地被牵起来了，他的小手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抓住，然后他轻轻地下了床，一步一步地朝门口走去，脚步缓慢却坚定，就像是有人正牵着他的手把他带走。他走出房间，踏上楼梯，慢慢地下楼。表哥的心脏砰砰直跳，他颤抖地拉起嫂子，两人顾不得害怕，直接冲向楼下。当他们跑到楼梯口时，看到小琪已经走到了地下室门前，他的小手已经碰到了门锁，似乎准备转开门把。小琪，表哥冲上去，一把抱住他。他吓了一跳，回过头，茫然地看着表哥，嘴角还带着刚才的微笑。爸爸，怎么了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嫂子的声音发颤。小琪眨了眨眼，哥哥说他饿了。这句话让表哥全身发冷，脑海里闪过无数恐怖的念头。他慢慢地伸出手，颤颤巍巍地按下地下室的门把，门开了，一道阴冷的气息从里头涌了出来。地下室内一片黑暗，但当表哥举起手电筒往里头照时，他的心差点跳出来。地板上有一副小孩的白骨，已经干枯，骨头呈现出不正常的扭曲，仿佛死前经历了痛苦的挣扎。旁边还散落着几块破碎的布料，上头的图案与小琪的睡衣一模一样。最诡异的是，那白骨旁的地板上用白色的粉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：我好饿。表哥吓得脸色惨白，嫂子更是直接尖叫出声。就在这时，小琪忽然轻轻地说：哥哥说，你们看到他了吗？表哥浑身僵硬，不敢回头。他强忍着恐惧，立刻把地下室的门砰地关上，抱着小琪冲回房间，把门反锁。那一夜，没有人再睡得着。第二天一早，表哥立刻请了一位法师来处理这件事。法师进入地下室后，神色凝重地说：这房子里确实有个孩子的灵魂，他应该是很多年前死在这里的。他孤独、害怕、饥饿，所以他才会找上你们的女儿，希望有人陪他。那怎么办？嫂子几乎要崩溃。法师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这孩子的怨气太重，我需要做法事超度他，但你们最好还是搬走吧，这里已经不适合住人了。那一天，法师焚香诵经，直到黄昏时分才结束仪式。他告诉表哥，那个孩子的魂已经被送走了，不会再纠缠小琪。然而，当天晚上，表哥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他站在地下室门口，门缓缓打开，里头传来了一个细细的声音：我真的走了吗？第二天，表哥一家就搬离了那栋房子，甚至连家具都没有搬走。
直到多年后，那栋房子依旧没有人敢住，而那个地下室的门永远地锁上了。这件事发生在我小时候，每次回想起来，仍让我浑身发冷。我小学3年级的那年暑假，被父母送去外婆家住了一阵子。外婆家在一个偏远的乡村，村子后面有一座静谧的湖泊，湖水碧绿，四周被高大的树木环绕，看起来像是童话故事里才会出现的场景。可是，村子里的大人们都告诫我们，晚上千万不要靠近那座湖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湖水清澈，白天时还有人在岸边洗衣服，甚至还能看见几条小鱼游来游去，完全不像什么危险的地方。但每当我问起原因，外婆总是摇头不语，或是用湖里水鬼会抓小孩这种老掉牙的说法来糊弄我。直到那年暑假快结束前，我亲眼目睹了那诡异的一幕，我才明白那些警告不是迷信，而是活生生的真相。那天下午，我提着钓竿跑到湖边，坐在岸边的一颗大石头上准备钓鱼。阳光炙热，湖面波光粼粼，我享受着微风拂面的清凉，悠闲地晃动钓竿，等待鱼上钩。但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总觉得有一股奇怪的视线正盯着我，那种感觉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我忍不住抬头四处张望，然后我看见了她。湖的对岸站着一个小女孩，她穿着一件红色洋装，披肩长发微微飘动，双手垂在身侧，低着头，静静地站在湖边，一动不动。我皱起眉，这么热的天气，怎么会有小女孩穿得这么整齐地站在湖边发呆？而且从她出现到现在，她的影子竟然没有移动过，仿佛她根本不受阳光影响。更诡异的是，湖面风平浪静，但小女孩的裙摆却缓缓地飘动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围绕着她流动。一股寒意窜上我的脊椎，我强迫自己移开视线，继续盯着湖面。可不知为何，总觉得她正在悄悄地向我靠近。我心跳加快，手心开始冒汗，终于鼓起勇气再度抬起头。这一次他已经站得比刚才更近了。他没有动，但位置却明显改变了。我心脏狂跳，感觉不对劲，便赶紧收起钓竿，准备回家。但就在我转身的那一刻，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细细的声音：“你看得见我？”那声音低沉沙哑，根本不像小女孩该有的声音，反而更像是从水底深处传来的回音。我的脑袋瞬间炸开，毫不犹豫地拔腿狂奔，拼了命地冲回外婆家，心跳快得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。等我跑进家门时，外婆刚好在院子里摘菜，她看到我的样子，脸色瞬间变了。“你是不是去湖边了？”她的声音颤抖，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。我气喘吁吁地点点头，外婆眼中闪过一丝绝望。她没有再问我细节，只是立刻进屋收拾行李，然后强硬地说：“明天一早马上回城里去。”我愣住了，还没弄清楚发生什么事，就被外婆推进房间，让我立刻上床睡觉。那一夜，我辗转难眠，脑海里不断浮现那个红衣小女孩的身影。时间一点一滴过去，房间里寂静的只剩下虫鸣声和我的心跳声。然而，大约凌晨3点，我听见了脚步声，啪嗒啪嗒啪嗒，声音缓慢而沉闷，就像是有人赤脚走在木地板上，每走一步，地板都会发出微弱的嘎吱声。我的呼吸瞬间停滞，浑身僵硬地躺在床上，不敢睁开眼睛。脚步声慢慢地靠近，从走廊传来，停在了我的房门口。然后，门缝下透出了一道红色的影子，那是一袭红色洋装的裙摆。“你看得见我吗？”那熟悉的声音从门缝渗了进来，低沉
带着水汽，像是从湖底直透上来。我的心脏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，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紧闭双眼，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一丝声音。门外的影子静静地停留了几秒，然后脚步声又开始响起，慢慢地离开了。我不敢动，直到窗外传来第一道微光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。第二天一早，外婆果然守在门口，催促我快点离开。我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和恐惧，坐上回程的车。在车子驶离村子的那一刻，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外婆，那座湖到底怎么回事？外婆沉默了好久，最后才叹了口气说，你还记得村子里那些失踪的孩子吗？我愣住了。确实，这些年来村子里陆陆续续有几个孩子莫名其妙的失踪，但警方从来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就像他们凭空消失了一样。外婆低声说，几十年前有个穿红洋装的小女孩在湖边玩耍时不慎溺水，等人发现时，她的尸体已经泡得发白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从那以后，每隔几年，湖边就会多一个新的鬼影，那些失踪的孩子都被她带走了。我全身发冷，颤声问，那个女孩她还会再找别人吗？外婆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语气里带着藏不住的恐惧。她一直在找，直到找到下一个能陪她的人。车子继续行驶，我望向车窗外，湖泊渐渐远去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湖边站着一排小孩，他们的脸色惨白，双眼深陷，一动不动地望着我的方向。而那个穿红洋装的小女孩正站在最前方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对我露出诡异的微笑。这一年，村里又有一个孩子失踪了，没有人找到他的尸体，只知道湖边的孩子又多了一个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也感谢各位新来的馆友们的订阅和赞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